这里是贵州开放不久的、具有国际水准的旅游度假区——贵州乌江寨。这里不似江南，胜似江南，也同时拥有着贵州独有的贵州山水和文化特色。这里还有独特的独竹飘表演，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乌江寨在遵义市的上基镇，自驾过来非常方便。这是景区门口，门口的景观设计比较独特。和二仙，这个算是东门的售票大厅。现在这里属于试营业阶段，门票60元。整个景区面积不小，被群山环绕，景区比较大，里面有不少高端的酒店和民宿。从景区的入口到入住的酒店和核心风景区有一段路程，沿途有一条传统工艺作坊街，这是装酒的陶器，这是烤烟，这里面是做乌江陈醋的。还有一些土特产品，这个乌江红应该是辣椒吧。走了几百米，前面就是我入住的酒店了。这是景区里一个最大的酒店，木山酒店。估计这里可以接办一些比较大的商务活动，貌似是一个5星水准的。参观下入住的房间，窗外翠绿的山。景区里的住宿都比较高端，适合休闲度假和商务活动。这里酒店和民宿的定位和北京的古北水镇比较类似，休息片刻便前往前面的寨子里游览。整个乌江寨依托于恬静的山水自然环境，加上浓厚的黔北民俗氛围，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这里有河道、瀑布、梯田、吊脚楼。现在疫情对所有的景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好在这里的所有项目都正常运营。这边有个茶馆，一会儿有个演出。这里是从2月开始试运营的，据说春节的时候非常热闹。这是个戏台，表演跳舞的小姑娘。表演杂技的小哥，还有川剧变脸儿。这个演员小失误，继续表演。乌江寨里的所有表演和演出都是免费的，当然这里也是个露天的茶馆，可以休息一下。这边的寨子里有很多的民宿和美食街，所有的建筑都非常有特色，飞檐翘角，各种雕花窗、穿斗坊，还有转角楼。这里的街巷和水面上有很多的黔北文化和非遗的表演，可以根据时间表去看这些免费的表演。看看这个盐帮客栈，
这里的客栈外面看着都很古朴简陋，但里面感觉都是轻奢风格的。从阳台上看整个村落，真的太美了。在这阳台上欣赏一下风景，这应该是油菜花的梯田。一朝花开傍柳，寻山无觅听候。很多的吊脚楼。从明朝下半日晖，风雨捉不透。还有摇橹船，真的好似是江南水乡了。锦书送罢莫回首，无语随可口。昨夜一树风骤，浓水不诉残酒。试问天恋人，却道回头依旧。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我也准备体验一下这个摇橹船。浓水不消三秋，试问卷恋人，却道海棠依旧。是否应是绿肥？江面上仙气飘飘的。乌江寨有一个独特的表演项目独竹飘，每天下午有好几场，表演就在景区中间的江面上。这里也是个广场，有很多的活动。这个独竹飘表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黔北这边独有的。掌握这门技能需要经过艰苦的训练。每个人踩在一根长竹竿上，手持一根竹竿作为平衡。表演的是4个人，他们还要在水中滑动竹竿，不时地做一些平衡高难度动作。就是这样踩着一根竹子，看一看这个竹子的宽度。腰上还带着一些表演的道具。近距离看一看他的动作。这个小伙子的技术还是最好的。4个人还要不停地在水面做出各种造型。站在我旁边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师傅，一直在说着那个女孩，感觉那个女孩非常的紧张。4个人脚踩的竹竿还互相压着，竹竿都浸入了水中。穿白衣服的小姑娘比较紧张。感觉她的竹竿都要沉下去了。才干，角度没搞对了嘛，就开始打干了。角度都没有摆正，你们就开始打。最后还是通过脚步的移动站稳了。任何一门技艺都要经过艰苦的训练。这个平衡的难度更大一些。
没有了手持竹竿掌握平衡，还要从腰间拿出花纸伞。这就是独特的独竹飘表演。多么优美的一幅画面！昨夜雨疏风中，浓水不消残妆。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准备去美食街吃点吃的。这里的住宿和餐饮都是直营的，所以即使游客很少，也正常营业。这里小吃不少，羊肉粉、冰粉、乌江鱼、酸汤鱼、火锅、豆花、肉串、关东煮、乌打。乌打是什么东西啊？逛累了，在这里休息一下，吃点小吃。这还有一间深夜食堂，到上面坐一坐，吃点东西。这个建筑还挺有特色的，非常干净的小吃店儿。在2楼找了个位置，这些是我能吃的。吃过晚饭，去江边散散步，准备在这里看晚上的夜景和无人机表演了。这里的晚上非常漂亮。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离别岸早些花落美。明天继续乌江寨之旅，准备去坐一下乌篷船。这里是贵州的乌江寨，也是我在这里停留的第3天。今天体验了这里的摇橹船，这2天几乎走遍了乌江寨的各个角落。相比之前我在贵州的旅行，这次乌江寨算是一次轻奢度假之旅。这是在我的吊脚楼民宿里拍到的夜景，位置非常好，拍得很漂亮，也因此对乌江寨留下了更美好的印象。这是我在乌江寨住的木山酒店的早餐。这个酒店具有5星级的设备和服务标准。昨天就有很多人问这里的房价，500多，价格包含了自助早餐、景区内交通和优惠的门票价。可以说住在酒店就享受了景区的24小时的 VIP 服务。吃过早饭，到酒店周围转一转。酒店下面有一条小河谷，这里有一条茶马古道。很多人在四川、云南看到过茶马古道，其实在贵州也有不少的茶马古道。据说乌江寨这里就曾经是茶马古道，现在景区也把这一段路打造成了茶马古道的样子。茶马古道顾名思义，就是以茶和马匹作为主要的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贸易通道。现在坐景区的交通车去寨子里，住在景区酒店里可以24小时无限次的使用景区的交通车，只要让前台叫车就可以了。
因为昨天看到寨子里有一些吊脚楼民宿，所以今天也打算搬到村子里。坐车直接到了景区的最西边，准备从这里开始游览村寨。下面就是乌江的支流，所以这里叫乌江寨。从这个角度看，村寨非常美。上午准备去坐一下这里的摇橹船，因为昨天从高处看，坐在摇橹船里意境非常好。摇橹船有几个小码头，这个是最西边的。这里的船和乌镇的乌篷船是一样的感觉。因为要换住宿，所以带着行李。这就是摇橹的师傅。在乌江上乘游船，也是乌江寨独特的山河体验吧。碧绿碧绿的河水，晃悠悠的摇橹船荡漾在碧波之上。江边的吊脚楼，对面也驶来一条船。这个摇橹船是收费的，是否体验在于个人。其实在很多景区都有这样的所谓自费项目。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我觉得值得体验，一般都会尝试一下。但通常来说，凡是有水的地方，我都会坐船试一试。游船进入到了村寨的中央，远处的山上有一座白塔。有人问这个村子里还有没有原住民？这个村寨和普通的村庄不一样，这里被打造成了一个度假区。大部分的原住民都搬迁到了景区门口，个人都是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度假区的运作中。所以这个寨子被规划得非常优美，也保护修建了不少前北民居的群落。村寨被群山环绕，雨雾迷蒙。当然有些地方也做了一些人工的修饰，也可能为了方便所有的游客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感觉到这里的烟雨迷蒙。坐在船中慢慢游览，有一种沉醉不知归去的感觉。现在到了终点码头，这个摇橹船的价格是60元。上岸去逛一逛没去过的地方。我个人感觉这个乌江寨和贵州绝大部分的村寨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个旅游度假区，适合慢慢享受沉浸式体验。所以在这里住一晚才是游览乌江寨的最佳方式，否则只会一直赶路，走马观花，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乌江寨有很多的民俗展馆和传统工艺作坊。这个应该是染坊，每个作坊都是前店后厂，个人都可以上手体验。
这感觉更像是乌镇了。这个是竹器铺，好像用竹子做工艺品是贵州北部的一大特色，每个店铺都可以学做手。这个是花灯铺，一位老人在这里扎制竹编。谢谢。河的两岸可看的东西非常多，有很多风雨桥，还有小亭子。江边又传来了独竹飘的音乐。从高处看这个独竹飘的表演，这个表演每天有好几场。今天表演者好像换了衣服。这个是风雨桥，我觉得把它装饰成花桥更漂亮。终于来到了我要住的吊脚楼。这里的吊脚楼看似非常原始古朴，但其实是精品甚至轻奢的民宿。看看我这个被升级了的观景房。从这里正好可以晚上看喷泉和无人机表演。现在去吃中午饭，有不少网友推荐我去吃乌江鱼。这里所有的餐厅位置都非常好，都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还有一个人工小瀑布，屋顶上晒着五颜六色的东西。烤鱼，特意要了不辣的烤鱼，这叫秀色可餐。鱼的味道很鲜美，一锅180多。吃完饭再到周边转一转。这是我住的吊脚楼的下面。目前乌江寨还属于试营业阶段，还看到很多工程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昨天说了，目前的票价是60元，可以免费看里面的所有演出。最主要的是白天的独竹飘表演和晚上的无人机表演。前面有一个大戏台，又有演出。这里白天有2、3个地方都有前辈文化和非遗表演。这个舞台的建筑非常吸引我，非常精致漂亮。还有一些魔术小丑杂技表演。这里所有的表演都是定时定点的，无论有没有观众，所以演员非常敬业。感觉这个小朋友和这位男士是路过的村民。这些演员孤独地站在舞台上，值得喝彩。乌江寨可以说是步步是景，非常适合拍照。逛累了，回吊脚楼休息一下。一定有人问这个吊脚楼民宿多少钱？这应该是观景最好的房间之一了，价格至少800、900。看看阳台的风景。遥遥的路，深夜到无力的灯。看夜景和无人机表演在房间就好了。远处升起的图案就是无人机表演。如果现在来乌江寨住宿，最大的好处就是房间可以升级吧。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
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要活成你的愿，愿不完啊，愿有完啊，这像是美。看了我这2、3天拍的乌江寨的美景，你觉得现在这个60元票价值不值？据说这个票价可能维持到7·1，以后会调整价格。我个人的体会和感受就是这里未来是作为一个比较中高端的休闲度假旅游区，尤其这里的民宿都是非常精品和高端的，尤其先期营业的几家价格都在500以上。但未来也会有一些经济型和青年旅社，可以满足一些经济自助型的游客。在房间看到的无人机表演比昨天在广场看到的效果还要好，仿佛天上放起了礼花。这是8点半开始的第2场表演，感觉和第1场不一样。看到了吗？图案都不一样。这样的景色是不住在景区里享受不到的吧？其实我住过不少景区里的酒店和民宿，很多酒店的价格都包含了双人的自助餐，甚至交通票、门票，有的还有船票等，还是很超值的。现在无人机出现了老虎的形状，虎年大吉。据说打造这个乌江寨国际旅游区经历了6年时间，投入了几十亿的资金，这个投入确实是大手笔，定位也是国际级的旅游度假区，这个在贵州也算是独树一帜吧。再来看一看酒店的房间，非常温馨舒适。早晨推开阳台看到的景色。另外这里的价格基本都包括早餐。来看一看这家民宿的早餐。中西合璧都有。早餐非常精致，是不是挺诱人的？如果喜欢，找机会来一次乌江寨轻奢之旅吧。应是绿肥红瘦，昨夜雨疏风中，浓水不烧残酒。试问千年，却道海棠依旧。在贵州黔北的赤水河流域，有一项民间绝技——独竹漂。现在已经算一项近乎失传的绝技了。现在在贵州的乌江寨，又可以看到这门绝技了。独竹漂的高手们，脚踩一根竹子，在水中仿佛如履平地。让我们听着音乐，跟着乌江寨这些表演者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个独竹漂。
Oh